借用网友的一句话，装修小白踩的坑，坑坑不一样，坑坑都上当。有些房子装着装着就不想要了，还真不是夸张，也不是给打算装修的朋友制造焦虑，而是无数装修人踩坑后的真实心声。不信的话，小东带大家看看本期整理的5个翻车现场，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案例，论谁看了都是既心塞又无奈。1. 法式拱门。这2年随着轻法式风格的流行，法式拱门也跟着火了起来。只要上网一搜法式风，满篇都是法式拱门美美的装修案例。但实话实说，拱门对木工师傅的技术要求极高，现实中翻车的不在少数。网友文熙，装修哪有不疯啊？我家应该是全网最丑的法式拱门，没有之一。网友多多，心心念的法式拱门做完的效果是这样式的，现场看完成品后，一口老血气得差点没喷出来。小东建议，法式拱门不翻车，记住几点：首先，拱门不能太矮，套门总高不能低于 2.4 米；其次，门洞宽度取一半，也就是做1/2，正好是半圆。另外，找个手艺好、经验丰富的木工师傅很重要。2. 美缝颜色。瓷砖美缝是铺贴完瓷砖必不可少的工序。美缝的作用，一是为了遮丑，提升整体美观度；二是防止起灰、地面反潮。但有一说一，如果美缝颜色选择太个性化，那效果还不如不做，甚至还起了反作用。不信你看下面这2位网友家的美缝颜色翻车现场，真的忍不住想象。网友安夏日记本，美缝翻车真的被气哭了。现在的心情就好比一张大白纸，原本打算画一幅优美的画作，结果却让不懂事的孩子在上面先乱涂乱画，无比的心痛。网友我是帅鱼，美缝做完了，看到成品的我差点晕过去。此时此刻我在想，美缝季老板得开心坏了，卖不出去的颜色终于找到大冤种了。小东建议，切记美缝颜色不翻车，一定要选择与瓷砖接近的颜色。做之前拿色条与瓷砖做对比，以免出现色差。普通瓷砖选浅1度的环氧彩砂，可以做到缝隙消失的效果。木纹砖选深一个色号，效果会显更加真实。3. 嵌入式冰箱。嵌入式冰箱设计确实很美，可以完美的平嵌橱柜或是餐边柜，不仅视觉上极度舒适，而且还能杜绝卫生死角。但事实上，如果冰箱款式没选对，又或是柜体预留尺寸没做到，都会导致嵌入式冰箱翻车。网友学雪的草稿箱，救命啊！嵌入式冰箱大翻车。我家这款冰箱是2侧散热的，所以需要2边预留缝隙，但这预留的空间简直太大了吧？怎么办？晚上愁得睡不着觉。网友桃子很怪，真的是怕啥来啥。嵌入式冰箱翻车，欲哭无泪，深度突出10公分，高度空出70公分，肉眼可见的尴尬。小东建议，嵌入式冰箱想要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，首先内嵌冰箱要选超薄款，冰箱厚度要小于标准橱柜深度；其次要选底部散热的，2侧不需要预留缝隙。另外，至关重要的核心点是先选冰箱，再定橱柜，才能精准预留柜体尺寸。4. 深灰色地砖。这几年在家装市场，但凡提到灰色系，都被吹嘘成高级感的代名词，什么灰色乳胶漆、灰色窗帘、灰色家具，当然也包括深灰色地砖。但说实话，不是所有户型都能驾驭深灰色，特别是采光差、面积小的，真正铺到家里的效果是显暗又压抑，分分钟让你有种想把房子拆掉的冲动。网友米粒时光，当初买砖时走到哪里都被说灰色瓷砖好，高级显大气，结果铺到家里差点被气死，实际效果比图片还黑，不开灯感觉就是晚上。网友爱生活爱家珍，地砖颜色踩深坑了，谁说深灰色地砖高级的？瓷砖铺贴完，连装修下去的勇气都没了。小东建议，深灰色地砖想要铺出高级感，记住瓷砖规格要大，砖缝越少越好。另外，纹理要选一板多面的，千万不要选这种重复纹理的。还有后期的软装搭配设计也非常重要。5. 墙漆颜色。墙面乳胶漆凭借环保性高、施工简单、价格实惠以及颜色百搭等优势，逐渐成为家装墙面装饰的主流材料。但因为是大面积涂刷，所以也直接影响着整体的装修效果。因此，在现实中，因为颜色没选对导致翻车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。网友装修董小姐，墙漆颜色选错，直接翻车进沟里。老家房子装修，因为没时间，全程让爸妈帮忙。选墙漆原本定的是淡蓝色，结果爸妈年纪大，和设计师沟通，眼花选了浅绿色。刷完的效果，整一个绿野仙踪，差点没被朋友笑死。网友胖兔兔，老公给闺女仿选的粉色，闺女看了之后气呼呼地说不喜欢，
质问老爸怎么不是上次你带我去选的粉色，其实就是色卡上的颜色，实际上前后差距太大，老公建议重刷，看着太糟心了。网友艾特我想去看海，可可蛋奶果然翻车了，真的无法形容，整个都是黄的，超级不好看。小东建议，乳胶漆是装修中最容易翻车的一项，想要不踩坑，总结了几个要点。第一，尽量电脑调色，大面积涂刷前要现场试色。第二，上墙试色一定要等乳胶漆干了再看效果，因为刚上墙颜色会偏深，等干透了会变浅。第三，采光差就选葵花白、珍珠白或者汝窑这种浅色调，采光好的再去考虑杏子灰、奶嘎、太空漫步这种风格鲜明的色调。分享网友们的踩坑案例，不是想嘲笑谁，只是不希望大家重蹈覆辙。挣钱不易，装修更难，毕竟少踩一个坑就少一份烦恼，多一份快乐。俗话说得好，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装修房子也是如此，要学会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。尤其是买材料，千万别死心眼，啥东西都挑贵的买，白白当了冤大头。也不能一味的去追求性价比，啥东西都挑便宜的买，导致装修品质大打折扣。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，告诉你装修哪些地方可以省，哪些地方不能省，这样才能保证既节约成本又能把家装好。一、装修6个可以省钱的地方。一、瓷砖可以省。市面上100-200一片的瓷砖都是给有钱人家准备的，普通家庭装修根本没必要。瓷砖这东西没啥技术壁垒，也不涉及到环保，所以千万别买太贵的。选产地广东的，选花色，挑纹理就好了，只要硬度和平整度达标，找个手艺好的铺贴师傅，几十年都用不坏的。二、乳胶漆可以省。买乳胶漆你记住，只要不是假货、翻桶漆，质量就没问题。咱就买个品牌的基础款，市面上500-600块一大桶的就已经很优秀了，基本上都具备防霉、抗碱、耐刷洗能力。那些打着净味、竹炭、除醛的5合1、8合1，其实就是换个包装、改个名字卖高价，对涂刷效果没啥影响。三、集成吊顶可以省。厨房和卫生间的集成吊顶根本没必要多花钱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给顶面管线遮丑用的。咱就买个300×300规格的铝扣板最实用，价格在100多一个平方就能买到，厚度选0.6以上的，挑个哑光面的，档次更高，也容易打理。这东西入住后也不会去踩，也不会去碰，根本用不坏。所谓的蜂窝大板虽说颜值高，但价格也不便宜，入住后你也不会抬头看，根本没必要。四、灯具可以省。都说灯具是个暴利行业，还真不是危言耸听，尤其是线下实体店，溢价高的更是离谱。随便一盏带点造型的水晶灯，动辄就敢卖你2-3千，所以买灯具千万别去当冤大头，咱就选择网购，认准广东中山产地，质量靠谱，价格还便宜。另外，选灯具切记要以实用性为主，尽量避开那些造型夸张、积灰不易打理的网红吊灯或是水晶灯。五、窗帘可以省。窗帘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块遮光布，重要的是选布料，而不是看品牌。说句扎心的真相，你花很贵的钱买到手所谓的品牌窗帘，就是在交智商税，因为窗帘商家自己也不生产布料，都是批发布料回来，再贴上自己的商标卖给你而已。所以买窗帘品不品牌真的无所谓，想省钱就直接网购，认准产地绍兴河桥，挑对布料和颜色就可以了。客厅选棉麻，透气性好；卧室选涤纶，遮光性好；颜色选纯色，更百搭。六、卧室床可以省。很多人买卧室家具都搞反了，把钱用错了地方，舍得花上万块钱买个床，却不舍得花几千块钱买个床垫。要我说，卧室床花的钱再贵再高档，它也不过是个床架而已，好看大于实用。所以千万别去花那冤枉钱，选个2-3千块的实木床足够用了，省下的钱升级个质量好的床垫，毕竟躺着舒服比你看着舒服更重要吧。二、装修6个不能省钱的地方。一、木地板不能省。相信我，如果想对自己和家人健康负责，买地板就一定不能省钱。抛开质量不说，关键这东西涉及到环保问题。咱们都知道，木地板含有胶水，有胶必有醛，一旦甲醛超标，后果很严重。特别是铺了地暖的家庭，冬天暖气一开，甲醛会成倍释放，所以千万得重视起来。建议打算装修木地板的，尽量选择大品牌的实木多层或者纯实木地板，环保等级务必要买100级以上的。二、腻子粉不能省。很多人对墙面腻子粉不太重视，觉得它不过是墙面找平的基础材料，不会影响装修效果。但事实上，它不仅对墙面的防潮抗裂起到决定性作用，
而且内行人都知道，腻子粉选不好，甲醛吸到饱，所以腻子粉对后期入驻影响真的是非常大，千万不能马虎。腻子粉建议你首选品牌耐水腻子，比杂牌腻子粉没差几个钱，关键是上墙施工不用加胶水，更环保。3. 马桶不能省。如果你家老房子的马桶经常出现下水堵塞、反胃甚至漏水的情况，再买马桶你一定不会省钱。马桶作为卫生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洁具，一旦出了问题，不仅会影响生活，关键还会堵心，影响心情。所以听我句劝，在你预算范围内买最好的。好的马桶，桶釉面厚且光滑，不会发黄、挂污渍，也杜绝了经常冲不干净的烦恼。4. 开关插座不能省。凡是家装涉及到的隐蔽工程以及用电安全的材料都不能省钱，尤其是开关插座，每个家庭的用量不小，少说也得50-60组，它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说。在这个项目上省小钱，就是给你未来的家埋下安全隐患。所以建议选开关插座一定要认准大品牌，选择正规渠道，确保家中的用电安全。5. 断桥门窗不能省。房子装修，家里的物品和家具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居住环境是否舒适，而门窗恰恰是决定舒适性的关键。特别是封阳台、换窗户用到的断桥铝门窗，家里的保温性、隔热性以及隔音降噪性都取决于它的质量。所以想要入住后的生活质量提高，断桥门窗一定要舍得花钱。有条件的建议直接选系统门窗，预算一般的家庭建议选择700元以上的普通断桥窗。6. 找装修公司不能省。装修行业坑多水深，鱼龙混杂，如果你打算找装饰公司装修，千万不能省钱，特别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公司或是不专业的游击队，别看装修价格便宜你就动心了。要知道，装修行业只有保障合理利润的前提下，才能确保后期的施工质量。没有利润的情况下还同意给你家施工的，那只能偷换材料，以次充好，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。所以打算找装修公司的，一定要认准知名大品牌。当然，不想踩坑又想省钱的，也可以考虑自装。家庭装修中，其实很多装修材料都适合网购，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亲自挑选，省时省力还省钱。1. 开关插座，家庭用量很大，举例100至120平方的房子，大概需要50至60组，日常使用频率很高，所以品质、安全、耐用是选购的关键。目前很多业主都选择线上购买，倒不是因为能省多少钱，主要是线下实体店商家鱼龙混杂，真品还是贴牌货，让人难辨真假。选择线上购买最大的优势就是省时省力，不需要再东奔西跑去建材市场亲自挑选，而且价格透明，明码标价，不担心被坑。其次，线上认准官方旗舰店，还能保障买到正品。小东建议考虑线上购买的朋友，记得在水电改完后，马上就要让水电工给你记好你家的开关插座数量、型号等，具体什么双开、双控、一开无孔等，看不懂没关系，把清单直接发给客服，一站式配齐发货，保证专业。另外，开关插座涉及到家里的用电安全，建议一定要选择品牌的，全屋算下来比你买杂牌贵不了几百块钱，起码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。预算充足，施耐德、ABB、松下等国际大牌随便选，追求性价比，可以选择德力西、正泰、飞雕等国产老品牌，价格实惠，品质靠谱。2. 灯具，全网都在说灯具是暴利行业，出厂价几百块钱的灯具，在线下加上卖家的场地费、人工费、运费，到你手里就变好几千了。其次，线下选购还有买到劣质品的风险，很多不良商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，产品以次充好，即便是同样款式，但是不同厂家、不同产地，质量不同的话，成本相差几倍，内行人都不好辨别。所以灯具特别适合网购，线上款式多，价格便宜，样式还好。而且目前线上灯具品牌售后安装相对完善，大部分都承担送货上门、破损包赔、包安装服务。小东建议考虑线上购买灯具，建议选择广东中山产地，这个地方是全国知名的灯饰之都，质量靠谱，价格低。另外，灯具属于通电产品，安全性要放在首位，一定要认准有3C 认证安全标识的。其次，还要注意是否有护眼、防频闪功能，我们可以用手机拍照功能测试一下，没有一闪一闪的就没问题。还有，建议主要照明灯饰尽量选择大品牌的，比如欧普、雷士、飞利浦、松下等，质量有保障，避免安全隐患。3. 窗帘，窗帘这个行业也是比较暴利，但赚钱的利润最大的部分并不在面料上，
贵在所谓的款式设计，还有辅料配件以及人工安装上。所以线下选择性价比不高，价格贵不说，难免有被坑的风险。你以为报价是全部总价，等到结账时才发现只是个零头。现在很多人不知道，窗帘虽说是定制品，但其实同样适合网购，而且从选布料到邮寄小样、上门量尺、发货安装一套服务体系都非常完善。小东建议，窗帘不是贴身衣物，只要选对材质和遮光度即可。线上认准浙江绍兴产地，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窗帘市场，价格低，款式多，质量有保障。其次，一般家庭就选择款式简洁的涤纶材质，选择纯色更好搭配墙地面及家具。另外，窗幔、流苏还有拼色等之类的装饰，能不要就不要。4. 卫浴产品，卫浴产品是每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主材之一，包括马桶、浴盆、花洒、龙头、地漏等。不是说不能在线下买，只是性价比不高。这类产品同理和灯具一样，门店的综合费用较高，选择卫浴大品牌普遍比线下便宜30%。认准官方旗舰店，质量也有保障，而且包上门安装，全国统一售后，也不担心售后，一般商家都有运损险。另外，大家都知道广东潮州是中国瓷都，陶瓷卫浴洁具产量在国内顶起半边天，因此也是很多大牌代工厂的所在地，所以也存在很多贴牌产品，线下选择有可能花了大价钱买了假冒伪劣产品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小东建议选择卫浴产品不要盲目追求进口品牌，国产卫浴产品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，马桶选恒洁，五金选九牧，陶瓷品选惠达，这3个品牌堪称国货之光。总结一下，普通家庭买完房就已经负担很大了，在装修时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所以网购一些装修材料，省钱的同时还能买到好产品，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要说在冬季给室内供暖哪种方式好，那地采暖绝对是最舒适的，因为铺设地暖管道是遍布各个房间，而且是自下而上均匀散热，有利于血液循环，舒适性更高，特别适合有老人小孩的家庭。而且地暖可以隐藏铺设，美观性也高。而传统的暖气片是室内空气对流达到采暖加热，产生的热气往室内高处飘，会导致室内温差较大，舒适感稍差。而且一般是外挂在室内墙面上，不仅占地方，影响美观，还不利于家具的摆放。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现如今很多人在房子的装修中不愿意用地暖，甚至出现在北方地区，也有很多家庭在用传统的暖气片采暖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听完内行人的分析你就明白了。地暖的舒适性虽高，但安装地暖有5个方面的问题也很烦恼，有些缺点甚至让人难以接受。1. 对施工有较高要求。首先你要知道，铺设地暖的工程施工较为复杂，并不像传统的暖气片那么简单。如果打算装好地暖，一般要对地面找平、涵管、固定、回填等一系列的专业施工，而且这些项目不管是哪一个环境出现了问题，都会影响后期的使用。其次，地暖系统属于是隐蔽工程，所有的管材需要埋在地下，所以要在房子装修前期进行设计施工，比较适合刚刚装修的新房。对于已经装修好的房子，需要撬开地面的地板或瓷砖，再铺设管道，所以安装条件受一定的限制。另外，地暖的工程量较大，而且施工的周期又比较长，对于着急想入住的就比较麻烦。而反观传统的暖气片，则安装条件的包容度很高，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升级改造都能满足。2. 影响室内层高。地暖系统是安装在瓷砖或地板下面，优势是不会占用室内的空间面积，但缺点是会降低房子的层高，因为铺设地暖管会有一定的厚度，加之还有水泥、河沙的厚度，完成后的高度至少会占用房间的6到8公分的高度，这针对一些低矮的户型来说就不太友好了。尤其是一些本来层高就只有2.67米的用户，如果装修还需要吊顶的话，那会让房子室内变得更压抑了。所以很多人为了提升居住的舒适性，也只好放弃安装地暖。而安装暖气片虽然需要一定的空间挂置，但不会占用房子的高度。3. 室内空气干燥，灰尘大。地暖是采用由下而上的均匀加热的方式，优点是舒适性高，因为散热均匀，但同时也会让室内的空气变得干燥，待久了难免会口干舌燥，感觉闷得慌。这时候如果家里没有加湿器或新风系统，就需要开窗解决，但如果冬天家里又会变得太冷。另外，地暖的散热特性是由下而上的，这也导致地面灰尘和细菌比较活跃，下沉气流会让它们漂浮于空间中，
再加上冬天室内干燥，所以很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和干眼症。虽然暖气片也同样会有这些问题，但暖气片属于下降气流，带起的灰尘明显会少很多，所以家里铺设地暖带来舒适性的同时，也会存在对身体的不利影响。4、后期维修维护麻烦，安装地暖的维修保养比较麻烦。地暖的维修比暖气片要复杂很多，地暖不像暖气片是安装在外边，地暖比较隐蔽，因而如果发生问题要想检修，那就比较费事了。比如遇上地暖漏水，就要砸掉地砖，如果漏水严重，还会给楼下造成损失。另外，地暖后期还需要定期的维护保养，因为地暖系统不像别的供暖设备，只要不受损，能够连续使用很多年。但是水地暖管道用的时间长了，污垢容易堵塞，导致地暖不热，所以需要定期给管道做清洗维护。而暖气片相对维护简单，不容易堵，一般安装好了，10年8年不清洗也不受影响。另外，维修也简单，要说漏水了，换管件就完事了。5、综合费用比较高，大家都知道，安装地暖的造价就比较高，包括管线、材料、施工等，通常就需要一大笔费用。其次就是地暖每年要花的天然气或水电费也不低。我这里也整理了一些网友们各面积的大致的采暖费用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地暖采暖费用如下，总的来说，面积越大，费用越高。综合下来，粗略算一下，大致100平的采暖面积，一个季度4000元左右的费用。除此之外，每年的定期维护、按时维护保养花费也很高。一般100平的采暖面积，清洗一次的费用至少也要300-400元。总结一下，之所以很多人不愿意铺地暖了，主要也是因为以上这5个原因影响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无论家里采用地暖还是传统的暖气片，都有它的优势和不足。安装地暖不占用室内空间，美观性高，而且最大的特点是散热均匀，供暖舒适。明显的缺点是造价高，同时影响层高。而传统的暖气供暖舒适性略差，不能冬天光脚在家走动。但优点是安装条件不受限制，且方便维护检修。所以说，综合来看，不管采用哪种采暖方式，还是要根据自身预算和实际需求决定。装修过3套房子后，总结出8个不要做的事，都是血的教训。1、首先，瓷砖不要选深色的，别觉得深色砖显大气高端，实际上铺到你家里会显得空间很小，压抑不说，你还总会觉得它上面有一层灰，特别的显脏。其次，家里装了筒灯和射灯，就别选亮光砖。开灯的时候，棚面和地面会反射出一道道光斑，特别丑。2、复杂的电视背景墙不要做，轻装修重装饰。现代的装修越简单越不过时。过去装修背景墙又是雕花又是做石台的，恨不得摆俩石狮子在那，就是为了彰显有钱。你现在还这么干，那不就是个笑话吗？现在不是挂个85寸的电视，就是100寸的投影，墙面几乎都被挡住了，你还花那钱干嘛？3、复杂的天花顶不要做，你装饰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嫌你家不够小吗？还是嫌你家不够矮？如果装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，可以根据功能做边调，不要去拉平，不然做一圈石膏线不好吗？既实现了装饰效果，又不压层高，还省预算。4、墙面不要做造型，千万别觉得这面墙是不是太空了，是不是应该做点雕花点缀一下？劝你千万别整，浪费钱不说，整完就过时。明明是你刚装完的新房子，那出来就是90年代的效果。还有什么软包、硬包一类的造型墙，都是10年前的产物了，求你就别再往家里搬了。5、卫生间的浴室盆、台上盆不能装，岩板一体盆也不要装。台上盆藏污纳垢，不好打理，还不好用。岩板一体盆，所谓的一体根本不存在，其实就是拼接的，后期开胶、漏水、掉底都是有可能的。而且这个岩板盆全是直角缝隙，妥妥的卫生死角。6、科技布沙发不要选 ，low 爆了，皮不是皮，布不是布，后期开裂掉皮的全是它。你用脑子想一想，合成的东西能不能赶上真皮？有些人说真皮沙发不能买，冬冷夏热的，你就当笑话听听。谁家冬天不开地暖，夏天不开空调？我没看到哪个真皮沙发掉皮的，假皮的才会。7、水晶吊灯不要装，别觉得装个水晶吊灯家里就显得富丽堂皇了。过去装修家里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面子，臭显摆。你看他们家灯都花那么多钱，装修肯定也花不少钱。现在装不伦不类，不土不洋的，吊灯灯光不亮，打扫起来还累死人。你家是别墅也别装，有那钱还不如装个全屋无主灯，保持大平棚，你家才大气。8、卧室别选2.2米以上的大床，别想着睡大床有安全感。现在的房子都是卧室小，客厅大，大床虽然显大气，
但太占地方也影响卧室动线，而且摆放也是问题。离衣柜太近，睡觉有压迫感；离窗户太近，又容易受风着凉。另外，2.2米以上的大床，床上用品也很难买。有那钱，不如投资到一张好床垫上。要知道，人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，而睡眠的好坏和床垫息息相关。之前看到一篇关于选购床垫的观点，是这样说的：床垫选不对，不是医药费，就是智商税。我是非常认同的。在我看来，床垫不是越贵越好，当然太次的床垫也不能要。如果长期睡不合适的床垫，会导致精神萎靡、工作状态不佳、腰酸疲惫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，足可见床垫的重要性。但是，纵观目前的床垫市场，不仅品牌众多，产品质量也是良莠不齐，价格跨度更是夸张，从1800元到10几万的都有。想选对一款适合自己的床垫而不花冤枉钱，也并非易事。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期间也接触过不少床垫厂商，家里也前后换过3次床垫。这一期内容，小东就来给大家避避坑，告诉你选购床垫的5不买原则。1、不建议买的5种床垫。1、整网弹簧床垫不买。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床垫的支撑层，多数是以弹簧为主。弹簧床垫的优势是可以承受很强的重量，而且不易塌陷，使用寿命长。其中，弹簧床垫又分为整网弹簧和独立袋装弹簧2种。咱们第一个要避坑的就是整网弹簧床垫，理由也很简单，抗干扰性太差。有过出差经历的朋友应该会深有感触，比如一些快捷酒店和宾馆，基本都是整网弹簧床垫，一到夜里翻身的时候，床垫就会发出各种嘎吱吱响声，特别影响睡眠。因此，对于弹簧床垫，建议大家首选独立袋装弹簧，抗干扰能力强，静音效果好。它是一个弹簧一个小袋子，单独受力，别说翻身，即使在一侧跳来跳去，也不会影响边上人睡觉。2、纯乳胶床垫不买。之前经常有粉丝朋友留言问，纯乳胶床垫好不好？首先，你要明白，市面上100%的天然乳胶是不存在的，基本都是合成乳胶。含量少的乳胶会存在不环保、有异味等问题，对健康不利。那是不是含量高的乳胶床垫就可以买了呢？其实我也是不推荐的。虽说乳胶床垫透气性和回弹性不错，但它的缺点是支撑性差，没办法保护咱们的脊柱，长期睡在上面往往会感到腰酸背痛。另外，纯乳胶床垫还有个致命缺陷，就是太容易氧化，可能没用几年呢就出现掉色发黄的现象。3、分区太多的床垫不买。分区床垫说白了就是通过改变弹簧的线径，给身体不同部位提供不同的支撑力，从而改变睡眠的质量。但是分区太多的床垫，实际效果根本经不起推敲，因为每个人的身高、体重、睡眠习惯都不一样，所以能睡到的分区自然不同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什么7分区、9分区都是纯的智商税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咱就选个3分区床垫足够了。3分区床垫对身体体重没要求，它是中间部位支撑性强，两端弱一些，不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，身体都会紧紧地贴合在床垫上。4、椰棕床垫不买。椰棕也是床垫里比较常见的材料，又分为山棕和椰棕。它们的特点是睡感偏硬，而且价格偏低，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子使用。但实际上，太劣质的椰棕床垫因为工艺处理不到位，往往会有很大的刺激性气味，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。当然，热压型的棕垫相对环保，但很多人不了解椰棕糖分含量高，一旦受潮后就会滋生细菌和白蚁，长期睡下来背上容易长痘痘，因此不建议大家选择椰棕床垫。5、价格太贵的床垫不买。有些人会说，床垫是1分钱1分货，我就挑贵的买，肯定没毛病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其实，如果你去过床垫的生产工厂，你就会发现，床垫的结构不复杂，无非是面料层加填充层加弹簧层的组合，并不是啥高科技。市面上动辄2、3万，甚至10几万的床垫，其实和几千元床垫的生产工艺都差不多，睡感也差距不大，贵出来的大多是广告费和品牌溢价。另外，你要知道，床垫舒适性的最佳周期是5到8年，即使用料再好，一旦过了使用周期，材料也会老化，不及时更换，势必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。2、床垫品牌怎么选？就目前的床垫品牌来说，多达上百个，如果细分的话，其实不外乎2大阵营，国内和国外品牌。就性价比而言，我更推荐大家首选国产品牌床垫，不是说进口品牌不好，而是溢价太高，对于普通家庭不值得投入。像国产床垫比较知名的品牌有喜临门、雅兰、梦百合、大自然等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和技术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。
当然，近些年也有一些新兴品牌崛起，比如 Crua 潮物、西屋、七座、菠萝斑马等，特点是材料更为环保，产品新颖，而且价格不贵，性价比非常高。